我是个正常人。虽然医生不这么认为。去年的这个时候，我状态不太好，去了一趟精神疾病医院，宛平南路600号。对，本来去之前听人调侃，我还有点担心，我怕里边的人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，突然攻击我一下啥的。那去了之后发现挺好，他们都只攻击自己，比往时那些人强多了。我刚到，医生就让我做了一套那种抑郁焦虑的评估测试。你们做过那个测试吗？做过。可以多做，能带来一些自信。那是我唯一一套能拿高分的题。而且做的过程很奇怪，虽然说它是那种专业的心理评估，但所有答案都让我凭感觉自己选，再根据这个结果开药。这么草率吗？那种感觉就像问你有病吗？我说有，就确诊了。这也太尊重我的意见了。我觉得一个有效的检查应该是没法人为控制的，比如验血、CT， 因为一旦能控制，我就很难正常选择，而是开始衡量利弊。比如有一道题，他问你是不是觉得活着没啥意义，就很难选，选轻了不值得来一趟，选中了走不了。类似这种问题很多，整个测试给我感觉好像就是，只要你觉得自己有病，总能查出点啥。所以我给这个地方想了个宣传口号：来精神疾病医院，成为你想成为的人。测试的环境也不好，之前我在其他医院做过，它有一个专门的小房间给你答题，但那个医院患者太多了，很多人领完测试只能在走廊完成，走廊很吵，我旁边的人为了不被干扰，只能把所有的题目和选项大声读出来，成功干扰到我。有好几道题我是跟着他选的。最后测出来结果，我不但有抑郁和焦虑症，还有一点轻微精神病。我就知道他有病。不，其实是我有。我的症状是，脑子里经常会出现很多不同的声音。你以为我现在在讲脱口秀？不，我在办春晚。我确实有一段时间严重到出门都要告诉自己正常点，但这样不会让我放松，只会更容易说错话。比如之前有一次我去买奶茶，还没到店里我就开始想要说什么。你好，来杯奶茶，凉的、热的，热的，微信。准备好了，我到那儿我说你好，来杯奶茶，他居然问我要大杯小杯。这句没练过呀，但我跟自己说没事，你可以的。现在正常人该问什么？大杯多少钱？小杯多少钱是吧？但我太紧张了，问成大杯小杯啥区别？说完我就特别后悔，因为我发现他在用一种看智障的眼神看我，说大杯大一点，小杯小一点。这是我之前写的一个段子，那个时候我还不敢面对自己的精神疾病，所以到处说我社恐。但人家社恐只是害怕社交，也不是脑子有病。但我当时觉得应该没事儿，反正社恐也不会当面骂我。但其实我也没觉得自己多不正常，我觉得不正常的是你们，只是你们人多。我懒得计较。而且虽然你们现实中人多，我脑子里人也多。我只是在外边收着，有时候也会遇见一些人跟我说：“没事儿，你放松点儿，别太紧张。”我心想，哼，我放松，
就该你们紧张了。而且其实有精神病这件事儿，我之前也不太敢说，但直到这2年，环境好，大家都疯了。我也没想到一个神经病，还赶上了好时代。天知道我这一刻等了多久。因为我10多年前就是这样的状态，我当时觉得永远不会被接受了。直到这2年，我听到一个声音，时机到了。原来我不是风，我是先锋。我甚至都看到希望了。他们说信息时代人也更容易抑郁，也就是你们也会走我走过的路，你们加油吧，反正早晚都得疯，别错过这个风口。我在未来等你们。被确诊精神病这件事儿，最糟糕的是它会摧毁你一些对于现实的认知，就是有些事儿你以为发生了，其实没有。比如你们生活中都有一些幸福的时候，升职、旅行、恋爱，但如果跟你说这些都不存在，是你有病，是不是就有点恐怖了？对，其实我这个表演也不存在，是你不开心把我想出来的。你可能会想，不可能，你讲的又不好笑。不是我不好笑，是你想象力不丰富。没事儿，我想象力丰富，我已经想象你在笑了。怎么样，先锋吧？讲到这，谢谢大家，我陈爱。大家好，我叫陈爱。我去年过得不太好，一直在搬家，而且很倒霉。我搬到哪儿修路，搬到哪儿修路。我都怀疑上海这城市发展不会是我带动的吧？怎么追着我发展呢？是不是上海原本都没有这么多路？我搬多了，才有了路。最近住的地方倒是不修路了，给我弄终点来了。我甚至发现附近还有个火葬场。本来我只想找个偏点的地方，那这也太偏了，偏到让你觉得这地方就该有火葬场。还有农家乐，也合理，喜丧嘛，方便吃席。这边刚烧上，那边已经起菜了，真的很近。我在家导航过，我家离火葬场不到800米，导航推荐我步行。现在出发，预计10分钟到达目的地。这个距离让我特别有安全感，感觉人生都有了退路，就很方便。我去剧场坐地铁还要1个半小时，火葬场10分钟走到了。你知道这对我的意义吗？脱口秀讲得好还行，要是讲得不好，我就去那边逛逛。这儿火不了，还能去那儿火一把。没法在台上风光，我就去火葬场风风光光。而且当你的人生有了退路，你的心态都会特别好。比如我现在都不怕别人催婚，每次听人说你现在不结婚不生孩子，以后死的时候都没人给你送终。我想10分钟的路，
送啥送？他们来的还没我走得快呢。而且送终这事儿我有经验，我送过我姥，还是2回。因为前几年我姥姥90多的时候说不行了，当时我们所有人请假，坐最快的一班飞机，专门跑过去给我姥姥送终，送了2个多月，没送到位，就先回去了。走的时候，我姥姥还挺精神，还说要送我。真的，送终真的不能太久，心态会变化。刚去的时候，我想，姥姥，我舍不得你。但2个月之后，我开始觉得，早知道换个便宜点的高铁了，反正你又不着急。来的早不是来的巧吗？所以电视里见亲人最后一面都是姥姥我来晚了，我们是姥姥我来早了，就不能有一次正好，说姥姥我来着了。而且我姥姥后来也没走嘛，她就过了1年多之后才走的。这中间我还生了一场大病，差点走他前面。走他前面也很尴尬，我姥姥得咋想？太客气了吧？说好送我走，咋成带我走了呢？所以经历过这件事之后，我绝对不让别人给我送终，因为我特别害怕麻烦别人，尤其是让别人把所有事都推了，专门过来等我死，没有礼貌。而且是等我死，就你们被人等过没有？本来也不着急。越等越急呀，还是这么多人同时等我，就感觉再活下去都有点不懂事儿了。所以到时候他们来，我也会把人都赶走。我说都回去，别等了，我按照自己节奏慢慢来。真的，我觉得送终这件事儿就是有人在你面前等你死，一旦弄清它的本质，甚至可以改变一些规则。比如送终一定得是亲人吗？仇人也行啊，反正大家目标一致，就是送你走嘛。反正我不知道你们，但是如果我哪个远房亲戚要走了，我都不一定想去。我想谁呀？没见过，没啥感情。但如果我最恨那个人要走了，我绝对去，感情太深了。我不光想送送他，我都想催催他。甚至到时候他走了，别说请假，辞职我都去。反正公司少我一个也死不了，但那边少我一个，我怕他活。而且我送终应该比那些亲人有效率，只要我去，一定给他送走。你们应该也能听出来，我现在有点绝望。确实，今年录这个节目，演员一个个都很卷，还在那争什么复活金牌，有啥用？能复活我姥姥吗？而且我看到这些人在台上那么拼，我就想，你们这么努力图啥？不就是想火，想燃吗？我家那边也能办到。一会儿讲完，有梦想、有野心的人都跟我回去。
很方便。你在台上想火，需要很努力逗笑观众，也不一定成功。但到我家那边，只需要先躺平，然后跟师傅说：“麻烦你，我要大火。”这样就谢谢大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陈爱。我做脱口秀这行也有几年了嘛，混的怎么说呢？不能说大红大紫吧，也算是没有收入，根本没商演，每天在家只能健身、看书、做饭。但我发现我现在的生活，跟网上那些成功人士晒出来的生活，有点高度重合，搞得我都很怀疑，我真失败了吗？不会太成功了吧？但我越想越觉得我跟那些成功人士很像，他们的钱在兜里，我的钱也是，也在他们兜里。当然我也不是不想努力，我只是想休息一下。有人说那我懂了，你想 gap 一下 gap year。 对，但我不是想 gap year， 我想 gap life。去年过得确实不太好，租的房子也一直出事儿，到处搬家，抑郁症也发作了。还好最痛苦的时候有个朋友一直陪我，某音。我真挺喜欢刷短视频的，我也知道很多批判的声音，比如劝你说别沉迷，天天刷这玩意儿人生就完了。还好我刷之前人生已经完了。甚至我觉得说短视频会毁掉人生的人，既高看了短视频，也高看了我的人生。毁我人生的多了去了，失业、贫穷、原生家庭、剪坏我刘海的发型师都排着队呢，你短视频算老几？甚至我觉得这小玩意儿还想影响我的生活，你最多算是骆驼身上的第一根稻草。然后还有人说短视频最大的危害就是让人不思考，有没有可能我刷这个就是不想思考？反正我那段时间一思考就想死，全靠在上面看人擦边。具体看什么我也不细说了，导演不让，说只能浅浅带一嘴。我说懂了，让我擦边。真的，我这个人没别的优点，就是爱上头。刷这东西一天上头10多次，我没从头上下来过，上面全是我的 crush。真太快乐了，根本舍不得死。所以他们擦的是自己的边，救的是我的命，都是活菩萨。我给那钱也不是打赏，那就是香火钱。真的，那段时间就感觉我看的视频越短，人生就越长。我靠短视频续命，3秒3秒的续，就感觉阎王让我3更死，我不小心刷到5更。后来阎王都急了，说你干嘛呀，还死不死？我就把视频分享给他，他也上头了，不催我了，开始催更。真的，我发现我很需要这个东西，因为我的人生中找不到几件事儿让我既快乐又上瘾，还合法，而且还很省钱。因为我看了1年多直播，只在最开始充过1块钱，然后就靠着在里边抢红包挣了好几百。我每天在直播间为自己谋福利。所以虽然我现在没商演，但已经达成了脱口秀演员的最高成就，
在直播间捞钱。真抢了不少钱。我这样在大主播那还好，遇着那种小主播，我1个月抢的比他挣的还多，搞得我都想要不打赏点吧，反正花的都是他的钱。然后我不但爱刷短视频，还特别上头里边那些神曲，你们肯定也都听过。这种歌有个最大的特点，无论听的时候我的意识多嫌弃，腿已经开始跟着抖了，就感觉我大脑说太土拿走，我腿说拿回来。怎么说，我的音乐品味就像跳楼机。听多了，我在大数据那儿的用户画像就有点变了。他现在觉得我是一个中年的卡车司机，已经开始给我推荐汽车零件和 polo 衫了。我也终于刷到了自己之前没刷到过的东西，米其林、轮胎。最近比赛，很多人跟我说加油，我都想问汽油、柴油。但其实我理解听那些歌的司机和外卖员，因为我那段时间抑郁到起床都困难，我就需要那种又土又来劲的东西，让我从床上爬起来，否则再高雅都不行。哪怕贝多芬亲自来给我弹钢琴，我也会觉得你这玩意儿不来劲呢，给我换 DJ 版。而且高雅的音乐都很忧伤，听的人更想死了。什么命运交响曲，对我来说那是送命交响曲。品味上去了，我人下去了。我们这次主题叫说出来就如何。其实我真的很想说，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，活着已经很难了，真的顾不上高雅。甚至我觉得说我们不高雅那些人，也没有多希望我们活着。所以我也不用多说，有相似经历的人会理解。而我现在只想跟他们说，再撑一撑，先别跳楼，听跳楼机。讲到这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叫小海。谢谢谢谢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说出来又如何？其实很多事儿我说不出来，因为我是一个特别怂的人，生气了我也不敢说。之前老板要给我降薪，我鼓足勇气，我给老板发微信，我说为什么要给我降薪？老板说公司不挣钱。我说好的，波浪号。但其实我心里全是星号。老板还跟我说，你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情绪稳定。但他不知道我最大的优点其实是骂人不出声。我经常想在心里跟别人说出那种特别刻薄的话。有一次我坐飞机啊，我特别想睡一会儿，但我周围所有的家长都在给孩子上课。我后边家长在教孩子学英语，左边在教飞机原理，前面在教古诗词。我说原来空课的意思是空中课堂。我都感觉我坐的不是航班，这就是个实验班。我坐第一排，给我发饭我都不敢吃，我怕他让我往后传。我坐那儿我都不敢打开遮光板，我怕我一打开，班主任在那儿趴着呢。然后所有的孩子都在公放 pad， 我看着这些孩子，我觉得他们不应该学知识了，他们应该学学人生的真相。我就想跟他们说，我说努力就能成功吗？别做梦了，你让阿姨做会儿梦吧。你知道你为什么现在还得这么卷吗？是不是因为你在经济舱？你去头等舱看看，那帮人早就躺平了。还有那个学飞机原理的，你长大也不会坐驾驶舱，因为你看拍的太多，已经戴眼镜了。还有那个背古诗的，你背这么多诗，以后想当诗人吗？当诗人有用吗？现在中国最有名的诗人在卖牛脆脆。所以你们也看出来了，我情绪真的不是很稳定。
我只是不想让别人看出来我疯了。但前2天老板看出来了，因为有一天上班我心情不好，没有化妆。老板跟我说：“你上班怎么都不化妆呀？”我说：“没钱怎么化妆？没玩过游戏吗？不充值哪来的好皮肤？”然后老板跟我说：“哎，咱们有事说事儿，你不要有情绪。”然后转手给我发了2短视频，非暴力沟通和厉害的人早已经戒掉了情绪。我说情绪为啥要戒掉啊？怎么情绪有害健康吗？啊！我在这演着演着，突然有人上来扇我1巴掌，我面无表情，观众都问我说：“你怎么不生气啊？”我说：“戒了。”我估计扇我的人都想说：“戒不是有病吗？”天津人还是。然后老板还跟我说，最近感觉你情绪不太稳定啊，我觉得你就是太敏感了。我觉得老板说你太敏感就是一种 PUA， 对吧？因为你都伤害我了，你还要怪我太脆弱。这就好比我走在路上，有人开车把我撞了，然后过来跟我说：“哟，这么容易就受伤了？你也太敏感了吧？你看旁边那个人都被我撞飞了，但他一点事儿没有，因为他有超强钝感力。”你看他飞出10米他都没事儿，因为他每天都在刻意练习。你花21天，你也会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我说可是我真的疼啊，你感到疼是因为你在成长。我说可是我都快要死了，那些杀不死你的会让你更强大。我还看到网上有的老板说，他招人的第一标准就是情绪稳定。我说这标准你咋测试啊？啊，面试时候上来先给你个脑瓜崩，找工作直接跟老板谈。我就工作过的朋友都知道，员工能力越强，情绪就越不稳定，对吧？你如果招人第一标准是情绪稳定，你只能招来那种能力不强的员工，到时候老板就只能跟大家介绍，这是我们新来的会计，不识数但是特别识相。但我也不是啥人都招。前2天我刚裁了个程序员，他会挺多编程语言，但我让他加班，他就跟我用 C 语言。然后前2天老板又要给我降薪，我直接跟他用了一句 C 语言，然后就没有降。我说我学了半天非暴力沟通，原来最有用的居然是暴力。就非暴力沟通几10万字顶不上这1句，我这才是真正的1句顶1万句。谢谢大伙，小海。我今天有点太好看了，真的，今天我看我自己，我说哇，人间水蜜桃，都有点不好意思讲我今天的内容了。我本来是想说我很抠门，因为虽然你们看不出来啊，但其实我对于时尚跟购物是一窍不通的。就在我心中，购物只有2种模式，一种是这个都给我插下来。另外一种是这个都不是我弄坏的啊。我记得有一年冬天啊，我为了奖励我自己，给自己买了一个200块钱的外套，我高高兴兴出门去，一个朋友指着那个 logo 问我：“你现在是有钱了哈，几千块钱的衣服，你说买就买。”我想完了，搞到假的了。但我是个很诚实的人，还是跟他实话实说。我说啊，我也不懂这些，喜欢就买了。最近呀，一个朋友跟我说，你现在呀也是红了，我带你去趟香港，了解时尚，顺便呢勇闯富豪世界。一到香港，我朋友就说，你别把你的通行证弄丢了，放到我的 LV 钱包里吧。我说这就开始闯了。他把他的钱包拿出来，我说这个上面也没有 logo 啊。他把钱包徐徐翻开， LV 在夹层里。我说哦，图穷驴线。我们俩在逛街的时候，他指着前面一个女生说，他说你看，那个人穿的是假裤子。
我当时第一反应，我说什么是假裤子？就是他其实没穿。他那个是人体彩绘。后来我朋友带我去看香水，他说他喜欢祖马龙，因为很低调，但是别人一闻就知道是祖马龙。到这儿我真的忍不住了，我说这个别人，他到底是谁呀？他为什么一直对你望闻问切的？而且真的有人那么懂品牌吗？因为如果是我闻到别人的香水，我只会说嘿嘿，你好香啊。我就跟我朋友说，你是不是有点太被消费主义洗脑了呀？他说，那你回上海的时候，我帮你升舱吧。我说消费主义也好香啊。那个其实是我第一次坐公务舱，我是非常紧张的。我坐那儿之后呢，想调座椅靠背，摸了半天，也没有摸到开关。你知道，主要是也不敢大摸，不了解公务舱，我怕我摁个啥按钮给飞机舱门弹开了。那样的话，我的惊呼声会显得很像祈祷啊，门！我当时特别想让空姐觉得我这个人体贴又有礼貌。当时空姐跪下跟我说话，我马上去了。我说：“姐姐，这又是何苦呢？”空姐问我：“橙汁和水，您需要什么？”我说：“我都不要，我要你好好休息。”不好意思，有点太油了啊。跟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坐我旁边一个12、13岁的小女孩，她的父母呢坐我们后面。起飞之前，空姐过来提醒我们2个人调直座椅靠背，我们俩都没动。她没动，是因为她不在乎规则；我没动，是因为我没动。我做不到她那么松弛，还是带着一些经济舱的拘谨，就感觉我虽然人到公务舱了，心还没过来，怎么身体跟灵魂总有一个在经济舱？而且我当时看着她，我就想啊，她躺得那么平，她不怕待会儿飞机起飞的时候，她从后面滑出去吗？后来我想，她不怕，因为她身后有父母托举她。而且当时更让我生气的是，她背了一个香奈儿包。我说：“你12、13岁，你上初中哎，你背香奈儿干嘛呀？你拿它装笔吗？”但是说真的，我是很羡慕他的啦，因为我爸从小就是穷养我，就对他来说，除了生存需求之外，其他都是浪费钱。我10岁的时候想吃榴莲，我爸就不高兴，他说：“你是真的想吃榴莲，还是因为它贵呀？”我说：“有没有可能就是馋呢？”我知道我爸可能怕我以后啊过度爱慕虚荣，但是榴莲有点太没必要了吧？那长大以后，别人拜金，我拜金枕榴莲。哎，我本来只是一个馋嘴的小女孩，在我爸那儿，我会成为一个榴莲捞女。其实我知道，就是当时在飞机上碰到那个女孩的那一天，是我整个人生当中第一次特别的想要一个香奈儿包。但多年的教育，使我决定买个假包。经过我详细的市场调研，我发现那种很真的假包，也要3、4千块钱。我当时问那个店家，我说：“这真的是假包吗？”他说：“哎，包假的。”其实我很清楚，我想要的根本就不是那个香奈儿包，是那种在任何场合下都可以很自在的感觉。但我还是想要一个香奈儿包，里面装满榴莲，这样别人一闻就知道，这才是真正的Chanel。
其实我上周已经买了，买的真的。哎，说出来又如何？真的，我今年很想多赚钱，我想给我妈也买一个香奈儿包，给我爸买一个刮胡刀，手动的。他如果有意见，我就问他：你是真的想要电动剃须刀，还是因为它贵呀？谢谢你们。嗨，朋友们，嗨，稍微先解释一下这个手哈，就是在刚才休息的通道里边，因为太暗了，摔了一跤啊。想过在这轮输给堂姐，没想过输给黑灯。好，哎，正式开始了。我叫于博啊。说实话，比到第3轮没有想到，但是压力真的很大，因为前2轮比的还可以。第1轮6块金牌，哥们儿上来就拿了一个。第2轮上来就给用，非常符合我的消费观念，兜里有就得花。啊，用了一块复活金牌，现在是全场唯一的活死人。说实话，这个月一直在自我怀疑，是不是太差了？我就是那种很容易自我怀疑，然后逃避面对的人。来了上海这么长时间了，我是因为觉得自己英语差，不敢和外国人说话。但不是说真的差，英语还可以高考，但就是自卑。我在想，我是上海本地小孩，我小时候见过外国人，我长大肯定落落大方。我说 homie， they tell neighborhood right？ homie 哈，因为我是活死人。我哪管是省会小孩呢？我小时候见过外国人，我妈也会自信地推着我去背英语课文，对吗？新概念 ，Last week I went to the theater， 快点，张嘴，别逼我干你，快点。但我是农村小孩，我小时候见过外国人，对我们来说只能是侵略者。在农村见着外国人是我一生的阴影。在老家见着2个白人，我说这是啥呀？怎么了？八国联军撤退没通知你啊？怎么东西拿到大英帝国博物馆给你俩落下了？我妈让我去说话，我能说什么？我说兽首是中国的。他说哥们儿，我也是中国的，我少数民族。还是来了上海，因为自卑感到落差。就是来了上海才意识到，原来英语是一门语言呢，它怎么能拿来交流呢？我们的英语只是一门学科，落在试卷上，还交流。我们的英语学的跟捧哏似的，最多保证话不掉在地上。还什么听说读写，我们就是嗨，没听说过。天天读写。不知道自己是一个人还是个硬盘。啊，不是说为了抖一个谐音梗，是因为我们那年黑龙江英语高考英语不考听力，不是说真的不考，就是播放但是不算分，高考当白噪音放。我们训练的不是如何听懂外国人说话，训练的是如何在外国人说话的时候屏蔽，专心干自己的事儿，快点。阅读理解，写作文，快点！长大了，外国人说话不是听不懂，听不见。一听着外国人说话，专注。出国都没有工作，特别适合给外国人做美甲。叭叭说2句话，给手指甲当答题卡涂满了。只能做美甲，不能纹身，因为忍不住想写作文。回家一照镜子，后背是地儿里滑。英语学得很尴尬，对吧？精通掌握，因为成绩还可以，但是绝对不会主动使用。英语学的跟核武器似的。朋友还问呢，说你会不会？我说会。他说那你说呀。我说还没到时候。我方不使用，但掌握英语威慑。别说英语了，来上海中文都快不敢跟别人说了。
前两天在路上，一个闯红灯的电动车把我撞了，不是撞的这个，把我撞了。当时我挺生气的，因为我占理，我说你闯红灯是错的，你道歉。他理直气壮，他说我在闯红灯的时候故意站在路中间，我没有父母，说我在马路中间站着是为了投胎见我的父母，给我一顿骂。在他眼里边，我是一个恶意撞他的孤儿，我是个肇事孤儿。对我进行疯狂辱骂，脑子已经空白了，只有一句歌词说他在朝我扔泥巴。已经迟缓了，场面特别像是植物大战僵尸，我是僵尸，他那嘴里全是植物啊。我当时就看着他，我说这个世界是不是就不需要规则呀？因为他说着说着，只有我们这种感觉伤害我们，只有我们这种自卑的人才需要规则。说着说着来了一句啊，红灯剩3秒就是绿灯。他说，那你阳寿剩3年就能埋了吗？